带这个化险为夷，看一下谁离得比较近，可能就得担任依旧的位置。而火灾调查员牵制就更多是看这个围笼内自己的一个气囊能不能弹出来，去规避一波桥。那应该前期还是奔着火灾调查员去。就反正这个点的话，守墓跟火灾其实都得去防一下嘛。因为如果开局你的救人位给了特别多的机会，其实开局新安雾梦反而是往鬼屋走，那这样追神坠的话，求生者就只有外面守墓人一个化险为夷了。是。神坠的话是选择直接往鬼屋板区去转。一起的板局利用地形还有自己手上的强风或者这个层云是有机会牵制起来的。对，不过这么选择去追的话，其实外面的密码机会破位的比较快，因为你封的本来就是鬼屋板区的这一台，然后神坠是在这个附近去牵制。第一个围龙，直接强风摁住，那这一个围龙应该是能够化解掉，但是第二个围龙就不好说了，因为技能在过来的话 CD， 感觉要有一刀了。而且刚刚的话飞轮也还没好嘛。现在已经提前准备好强风。第三个围龙的愿力已经准备好，短板博弈下想抽刀，有飞轮有强风，先强风。有一个板过来的话，但是你交互会比较慢，在围笼里。对，而且这个地方飞轮它交不出来。前期1分钟击倒，守墓人要准备往这边靠了。选择了直接下铲过来，毕竟被通缉了，还是有一定拦截的风险。且第一波牵制的时候，其实神坠它是没有能把这个闪现给它吃出来的。这一波的话，可以选择让猫猫过来先看一眼，然后套化险为夷的时间拉走。把它反升过去，看一下无伤救，想打守墓人先，这样气象有一定的2-6空间。想砸头没砸到，一个闪现被飞轮规避掉，再一个强风摁住。那这波的话其实是化解的非常的完美了。对，愿力不多了。得下一个40的愿力，围龙必须击倒，不然会被2-6很久。但是这里是个板区，是的，而且八字龙钻过来，神坠也知道你要八字龙，所以防范的很好。但这里还是最终给到一刀。灵柩应该是有机会画吗？好像没有选择去画，而是选择去2站点的一个站台。哦，那这样的话应该是让猫猫过来救一波，已经卡住了。看猫猫这波的救人，但整体来说其实压力并不是很大，就是能稳救的。后续也没考虑要扛刀啊，因为密码机还差台整。这里的话等一等愿力，但你过来的话还是会被击倒。对，毕竟沉坠这里已经没有道具，也没飞轮了。密码机的话现在还差1台半，但是外围有2个半状态，且刚刚的话因为猫猫它是救人的那个位置嘛，所以它现在离得最近。但相对来说，毕竟是入殓师，他有一个灵柩，他即使被追击也能自己救一波，拖一下外面密码机嘛。毕竟你还要拖1台密码机左右，所以还是不能被太快的击倒。对，现在我们想来找一找入殓师，准备在。那如果说还是选择在鬼板这个地方牵制的话，其实板子的资源没有那么多了，就看自己飞轮能不能操作。这波是预判他翻板。毛毛没翻，还有一个板子博弈，有飞轮选择先钻。过来想要再骗一下，飞轮规避一刀，但是还是没办法进交互点，这个围龙还是能拿刀。灵柩的话其实是放在了起点，对，直接传来守最后一台。这里是守墓人，有个铲，是这个残铲被打掉的也挺好的，后面愿力不太够了。看能不能在铲子 CD 的期间下一个围龙拿刀。是的，现在还差一点点。铲子 CD 没拖出来。是这个龙很精妙啊，是的，一个单向龙。且外围的话，入殓师那边绝处逢生会被逼掉的，还得再新起一台火灾调查员救援。现在香雾梦没太有一个办法去排除杨洋的位置。是，但是他的话其实已经是越来越近了。再往前走一走才有耳鸣，还没起。那这样的话可以从狮子龙那边贴过来。对，那这波西安雾梦以为而且还可以无伤啊，排干净了，是可以无伤的。
先把火灾调查员打残。那密码机其实差的没有那么多。这个气囊交的很好，能把这个龙废掉。但是2个气囊都被处理掉，后面火灾调查员那个牵制就没办法保证了。密码机也8、90，应该是能撑到这个密码机压好。是的。洋洋是没回过反照的。 所以这波的话，密码机压好就可以直接开了。对，哎，单人间，再一个围龙过来，但这里是一个交互点啊，有机会废掉这个围龙吗？没机会。守墓人点门，第一时间点得很快。入殓师还得去点门的话，就看后面这个传送怎么交了。现在的话，门是已经开掉了，得先把守墓人逼出去，然后再传起点才有机会。 但守墓人有一个铲，他肯定至少让你交一波擦刀才行。围龙过来一个铲，但是得小心打铲的话，这个龙不会消失的。这样的话还是得去拆一下这个围龙啊。那幸好擦刀比较久，最后逼出去传起点，猫猫骑士过来偷人了。是的，现在的话得赶紧赶回去。只有2个龙，再过一会儿才有第3个龙。 救下来的话，还是得分道扬镳吧。往起想要去冲一下终点门，终点门的话有点远，来不太及。对，香雾梦也第一时间回防了。要不就入殓师帮火灾调查员扛，毕竟他有个灵柩在起点。哦，这一波处理很聪明。是的，这样的话先击倒入殓，入殓这一反，然后再去处理掉这个火灾。这个龙直接没拆掉。 先挂火灾调查员，入殓师确定在起点，愿力攒一攒，看还有没有机会再去起点拿多抓。入殓师交飞轮想硬点门，但这波感觉来不太及啊，因为现在愿力的话是在60多左右，看有没有说法。再等一个龙，应该是门开了，就是一个平局。下一个龙好的时候门已经开了。 但是极限来说，哦，能走，应该是能走。是，不过其实刚刚的大概率也还是前期携带一个闪现。跛脚羊其实应对这个阵容，小地图的话，相信自己一个追击能力是可以去尝试带失常的。但大地图的话，你基本上没条中间，那这样的话前期可能要更大概率去抓魔术师。那魔术其实前期还是有一个非常强的去应对跛脚羊的能力的。 这个位置，假如起点没刷机的话，鬼板那里可能还要锁一锁，园丁得跑一会图了。只能说这个点的话，好看一下佩佩的选择，还是想要过来胡马的附近。这边的话选的是一个枯草的大副，但是他是想要绕过去，想要去找这个气象。佩佩这里可能有点上当了，他看你们都在保护皮皮虾。 那就来试一试皮皮虾，但皮皮虾这一把刚好带着牵制天赋双弹飞轮，并不是我们前面预料的化险为夷。对这个点的话，其实还是在压一下脚印。但前面好像马上要看到了。铁身位的话，其实贴得非常近啊。一个围龙，强风没被打断了。看一下能不能利用它的一个膝跳反射加飞轮效应吧。 主要你这个点被排到的话，其实是身位太近了。那这个位置感觉要倒了呀，很难牵制，真的很难牵制。鬼屋这种地形的话，没什么交互点的，一次技能都没交出来，有一次还是被打断的。这里还有地下室，那肯定挂地下室了。而且这个人，你要救的话，你就早点来，你要不就别救了。 对，不然其实守地下室愿力这么多的跛脚羊是很强势的。已经来了，马尾准备起个盾，后撤刀把盾打掉，再一刀给到园丁。那这样化险为夷，应该要皮皮虾冲出去。对，皮皮虾自己冲出去，然后马尾先在底下待一会儿吧。那其实这局节奏很好，佩佩手上还有技能，可以正常的就是跟着皮皮虾就好。 这把的话，其实跟上一局不太一样的是，在于你没有入殓师这个体系，你就没有办法的很好去跟你争平。而且在倒地之前给了一个暖雨给到园丁，但是佩佩挂上以后，其实完全可以去处理一下园丁啊，不给你回这个状态。是，起个盾一顶，
啊，但那还行，这样的话能回到一个状态。枯草也来到近点，为了不让求生者免费救，还是回来回防了。这波配合还可以，回了一个状态，更方便后面去打运营。直接无伤救，气象飞轮给他交出来。飞轮强风这一波不能再空了，打了一刀大负。这样的话，看一下能不能说尽量的把这个技能给他逼出来吧。密码机还是挺多的，但是还差，他很难牵制到够。推掉那个，这道面5个薄板的空间差一点点，进不去。最后3台好像都挺多的了，而且状态其实求生者这边保持得很好。对，想赶紧先把鬼屋那台再抢一下。轰击到了大副。大副在比较安全的位置，鬼屋2楼。这里想园丁先走，留一个人在鬼屋卡着。枯草这里能蹬过去吗？哦，但这把的话，佩感觉这个嗅觉非常的敏锐啊。对，想打出来，但差一点点。那这个表应该是能够牵制一会儿的，但是前提是你这个带走。要不要带走鬼屋呢？这是个大遗产，求生者应该要多修的。马尾摸了个香水，没有道具了，这波应该马上要倒了。黑龙，哦，但没钻过去。对，那这样的话得等下一个围龙了，可能还行，肯定拿到这一刀。18这里又摸了个本体，啊，4根魔术棒，全是。想挂回地下室还是挂回遗产呢？地下室有点危险，还是挂遗产？求生者已经多修了，修了一台起点的。其实成都机器这波求生者决策有点怪啊，没有选择去补遗产，而是选择都摸了道具。这样的话。救人有点风险的，愿力120，魔术棒交出来，一个下板拆龙，但是他可以继续交围龙去堵你的身位，一个闪现打了个震慑，马尾远程刚亮，亮了之后再过去，但是你现在来不及去卡半救的呀。对的，而你卡满救的话，魔术师又在这边没有机会去压机，这局要多抓了。想再卡一会儿，毕竟大副比较耐做，拖魔术师自愈去压最后一台。对，不过没关系，反正魔术师那边只要你起来，他肯定是交了这个绝处逢生的嘛。然后你起来之后，我再去管那个椅子上的人就行了。是。现在还是可以再去压迫一下园丁。那你可能差不多身位到的时候，我再回来。18是打算过来触发化险为夷，触发了强修，但是魔术师没有自愈，也没回过反照，针对大副。但这个点的话，你要抢，你都不是很好抢。而且你即使抢亮了，所有人在脸上，没有打魔术吗？魔师他已经跑了，对他跑了啊，他就给你1秒亮起来。大副这里也没有被压起身，这波抢的话还是挺极限的。是，但所有人都在脸上，门注定会点得很慢。而且你手上的话没道具，只能说倒在一个比较难挂的地方。但是大副是挂飞啊，挂飞以后手上只要有愿力，管个门还是没问题的。就看求生者这一把能不能拿捏佩佩的一个心理了。是的，现在的话是一人一边门，让园丁去卡起点，然后魔术师去点中点。传送也还有10秒的冷却，起点已经有耳鸣，手上只有一个香水，几个盾，但是不够啊，最多坐个车。但坐车其实对整体的局势没有一个太大的帮助。单向龙钻不回去，被击倒了。另一边门点开，还能跑一个。那这样的话，第一回合是一个5比3的比分领先。但这把的话，其实对于他救人位上面选择的是一个大副，所以我觉得他其实搬位上面还是有点帮的面的。不然的话，你没有必要这么搬吗？但这个阵容拉点，配合上电车哥哥又有点控，唯一的机会就是不怎么样。我觉得要抢密码机。
啊，就这把对求生者来说，因为你本身有优势嘛，主打的就是一个密码机修完了。如果实在救不了的话，我们不行就卖嘛。开局想去找猫猫，往那边压，前期攒雷被拉点也没关系，猫猫已经下好了铺垫板，后面弹射的话也是可以利用起来。这一把是带了快踩的，主要这个点的话，看一下能不能去架一下猫猫的点位吧，因为他这把是带了一个弹射，所以开局肯定会先去跟你弹射一波，拉一下距离，然后再绕一圈，弹射差不多又好了。对，实在不行的话就补个枪，这里这波2可以连一下。连雷，哇，是一个隐藏雷教学。哎呀，这里有一点点小卡模了，要是没卡模，感觉真能躲。对，这里的话如果没卡模就要秒了，因为前面没有什么能够去牵制的点。是，但这个方向其实有点架住了。是的，这个地方的话雷是炸不到，但是可以等到贴近身位之后再补一个2连。一个弹射走位扭掉2连雷，但是手上雷还很多，吃到雷了，进板。感觉有点不太好牵制了，这个点会被架住，直接过来是补到了一个板子，而且手上雷不多了，就看这个移形拉近身距以后能不能拿刀。是的，卡模了，你卡一下，我卡一下，等于大家都没卡。是的，不过相对来说可能还是刚刚那个更加的致命，因为前期在甲模那个卡模是卡了一把枪啊。但这一波卡模卡了1刀，算是5-5开吧。密码机一看2台半。就看接下来一个救援，空军还是比较能坐椅子的。是的，而且因为你上椅的是一个空军，所以你救人上面压力会更大一点。偷偷给椅子上塞几个雷，看你来不来。其实 TE 现在是完全能接受卖人保平的，反而是心安无梦不太能接受。但这里已经杨洋来到近点，应该是打算卡半吗？但卡半卡不了，10秒，现在才来卡，是否有点太晚了呢？应该是。放弃了，但是刚刚是2个人一前一后带卡着，还是牺牲了一点密码机的时间的。是的，这样子的话，你这个空军其实就是卖掉了，然后再去外围赶一下3个求生者。其实他也大概知道你前面的佣兵跟后面飞行家的一个位置，是，想要先去找一下这个佣兵。邦邦这个改动真的就是帮了挺大忙的，对吧？不然空军坐椅子能坐特别久。对。减员以后，接下来3个是更难处理的存在啊。飞行家这里也是防了一波新妖木的反绕，这里要直接悬停交出去了。现在的话就是看他处理第2个求生者的一个时间嘛。要不要？不过好消息是他的技能马上就要好了，直接移形过来。哎，这波没搏到，想先炸再那我就会秒了呀！秒他。真秒了！这波飞轮也没有规避伤害，因为这个地方它是非常狭窄的一个地形，你只要第1波炸到了我，第2波我肯定不会直接出刀，我就等着我的雷叉快炸的时候，我就跟你出刀就好了。我感觉这波其实杨洋还是出了比较大的一个失误的。那现在的话，其实逃离这边救人就很有压力了，因为你本身救人就是一个佣兵，属于是这几个角色里面比较不好救的，就是比起大副跟那个守墓人来说是。而且这一把绝对不能双倒，双倒机子更不够了。是的，他得不双倒，然后躲掉一个遥控过来，看这波斜掏救下来了。但是飞行家那边去修最后一台。是的，飞行家那边是直接被炸倒了，那就倒到窄道的最角落去，让他挂的再慢一点点。应该后面没必要冒这个风险来救。你想一想，气象也没化险为夷，气象救人也有风险，而且。飞行家是没有回光返照的，他是一个完全就是开门战有没有都撑不住的一个角色了。是的，而且这个点的话，其实他们是选择了给佣兵交一个回状态，交个暖雨。对，那这样回上状态以后，让佣兵卡着，让破译比较快的气象去修最后一台。但修不完的。而且这个点的话，我大概知道你逃离是在哪个方向过来，会不会再冒一波险？我觉得不救了。我感觉是有想法的，不然他往这边靠了。那我往2楼底下去铺雷就好了。想救，扯下来，救气象这里要被针对。是的，先背包喷出来，拉开距离。哎，这个救法的话，其实密码机还是有点不太够，不过会比较好去拖一点修密码机的时间。是，而且倒在墓碑里面移形不一定够。
哦，应该边是先不修了拉扯了，拉扯了，不修了。提前跑了。移形的话，毕竟不能像传送一样比较快速的接近密码机嘛。是，先往密码机的方向再去赶一下。佣兵已经蹲在了一台密码机旁边，你要是抓气象，他就准备破 E。那他往前的话，耳鸣会掉，因为刚刚那个耳鸣是佣兵那边给的。回头去排李宝，李宝这里已经看到了。这里是已经看到了脚印，嗯，但是外围的话，其实他要撑的时间是气象兴起的那台密码机，差不多有半台左右。对，30-40，移形直接跟近距离，李宝这里直接交出护腕，继续绕模型，好像想去补遗产了，没有修鬼屋里的，想去补。那往前的话，其实就是一个遥控的问题了。大空地，没补不了道了具要倒了。没移形挂不挂呢？先牵着过去呗，就往密码机的方向去牵，然后看你要不要去修。 T 这里应该也是打算就是，假如你不挂，哎挂了，挂了就看神坠的个人操作能不能去跑这个地窖了。是的，感觉有点难，好像有点小远。但是他有层云啊，可以很远的飞过去。佣兵比较耐做，现在反而成劣势了，是吧？是这个地方的话，可以在这个缺口底下也铺一个雷。耳鸣已经有了，就在独栋。看夏木们的排人，前面后面都没有，那就是在2楼。楼。想先慢翻下去吗？已经往后拉了。夏木们还在找，还在找，但是耳鸣没有掉。他其实想到了求生者有可能偷偷摸摸走，但是没想到是哪里偷偷摸摸走，还没看到。那佣兵已经快挂飞了，后面气象又有飞人，又有。 这个层云直接就飞过去。是的，往前走的话，耳鸣掉了，所以拉扯了一下耳鸣。哎，他反而以为往地窖点靠了，那这样给到神坠，那坐车吧。坐车。如果这样的话，就坐车坐到那个红蝶体那里站。哇，那这个地窖跳得很稳健了。因为你坐车这一点的话，其实是规避了很多的风险的。对，帮忙处理不了，而且耳鸣会很混乱。 让夏木梦根本察觉不到，一个暖雨过去，再一个飞轮稳跳地窖口，夏木梦后知后觉，最终拿下3抓。内向佩佩其实他本身的常用角色是比较偏版本的角色，那你可能这局就是要去主防喧嚣。像星妖梦他自己本身后手会摇独栋去抓入殓的话，入殓前期能拉点，而且能拉开灵柩的一个距离。 主要是，如果是自己反身的话，这个版本的入殓师喧嚣还是比较难受的，没办法在你出灵柩前，我多给你。佩佩是选择先往2楼底那边去赶，那边是18的飞行家。那飞行家拉点的话，其实会有一点影响到队友的破译，所以选择直接上2楼硬刺牵制，往墓碑去溜。 对，但这个点的话，双惊喜可能就是要先上一个惊吓标记，但18的话是直接消出来的飞行器。2下双重惊喜是只上到1个标记，后面还是得看能不能第2个双重惊喜去拿刀了。想要再去架一下18的走位，上到一个惊吓标记，直接哎没喷下来的话，这里有一刀了，很危险啊！坐车。 但坐车的话，其实现在移形已经要好了，可以直接交移形到那边。落地的时候双重惊喜能够直接上2个标记啊，而且有机会封住你这个背包。下这个车的第一时间要飞轮吧。一下。这里再上一个标记倒了，一直飞被这个焰火压着交不了，太难受了。 主要这样子的话，其实你前期的一个清治时间并没有说很多，但他们是选择了直接给飞行家套了一个灵柩，应该是要直接反这么远的距离。而且你移形交过了嘛，所以你现在过来的话，就是依靠一个空中飞人，然后去赶。飞行家甚至可以往墓碑继续倒，那个位置是很难干扰到密码机的。手上有一个飞轮，有个
飞行器，看能不能再拖一点时间。交互的时候再拿一个标记，空中飞人过来，感觉哎，飞轮想躲伤害，没躲掉，是隔窗打了一个最后标记。是的，但这里的话可以挂在红蝶亭的附近，然后把马尾赶走，不让他去在这里破译了，拖一下密码机的进度吧。应该是还要让佣兵过来救一波，佣兵打算修亮过来救。下一波手艺完成以后，应该是有移形的。是的，但是佩佩这里的话是意识到了佣兵来的方向，对，过来的一个位置，所以马尾要帮他分担一下。刚刚有往椅子压一下。哎，佩佩是以为在另一边无伤了。那这波的话，无伤开个圈是非常非常赚了。对，倒在墓碑去挂的又久，而且你后面出来，你只能移形出来啊。不然的话，你要花太多的时间去赶路了。而且现在3台密码机其实都是有进度的，对，而且所以只需要去补一点进度就行。都在修，基本上挂飞行家以后，只有1台密码机手了，应该。无伤太赚了，等于是2波救人环节，其实佩佩都没有捞到任何好处。对，而且那波的话，其实他也是知道枯草的大概来的一个方向，但是却没有能够抓到太多的优势，还是有点亏的。这里提前拉点。准备拉扯，远端的密码机应该能修亮。另一个位置应该是让入殓师去新修1台，修2楼。那你贴近身位的话，是选择了直接交互案。现在即使其实看到入殓师在多修了，他赶过去也没什么太大机会啊。毕竟满状态你没办法秒他。现在他也是有点放不开红蝶亭的这台，因为这台本身进度已经是将近80了，5个20秒就够了。然后求生者都是满状态，佩佩现在有点，只能说先打，看一下有没有人会给机会。来到2楼，那入殓师再去墓碑多修1台，中场的交由火灾调查员来卡。远程标记上到一下。佣兵摸了个香水，那就准备给这个红蝶和压力。然后这3台的话，你确实有点不太有去管。对，现在就是佩佩成了那个扔沙包游戏里中间那个。对。一个香水，那应该是要回的，拖点时间。那没有捡到切道具，但是盖了个板。红蝶和好像在补了，那这一波佣兵继续牵制，再去捡道具。打到了，但是密码机也压好了，是可以去贴门了已经。应该是等倒地亮，等标记消失。这波想牵人牵起来了，佩佩也知道你在想什么，那这波必须丢下来把球处理掉。应该要先去击倒这个皮皮虾吧。如果先挂人的话，门是贴了的，很快点，直接过来赶一下马尾。2个标记很快，就差1个粘土了。飞轮想规避伤害，但拐过来的话，这下没上到。一个空中飞人过来击倒，那火灾调查员离门很远，而佣兵的话自愈才40。现在的话就真的看一下佩佩的排人了。但火灾调查员位置很神秘啊，他在这个位置不甲门的位置，他想去偷人。如果你去捡佣兵的话，我就偷人了，应该是这么想的。这波先把佣兵捡起来，那人被偷了，2个人位置是确定的。佩佩一会儿再杀个回马枪就行。是的，这个地方的话，其实他是可以直接空中飞人回去。入殓师有灵柩，要不要一会儿给先去门口？先拦门嘛，现在反正。皮皮虾其实是必须往佣兵这边靠了。想办法绕过去，然后入殓师一会儿给皮皮虾画个灵柩，排到皮皮虾的位置，已经看到了。先把门点开，再画个灵柩，皮皮虾拉开灵柩距离就行。管皮皮虾的话，感觉收益不是很高哦。主要是不管也不行啊，他绕过去一会儿就救人了，或者点门都行。给火灾调查员画上了，那这里其实可以接受倒地啊，趁移形还没好。没有选择给吗？现在其实佣兵那边你不管吗？马尾还想偷人？不是，他这么久的时间，其实处理就拖得很成功的话，你不管佣兵，佣兵直接跑了呀。
你现在技能又没好，然后倒还在地之后火灾修还能灵柩去反，还能救佣兵，这样打是要被多跑的呀。很有可能挽留也结束了，一会儿甚至来说是可以扛，想先把人逼出去。对，那就先拉开嘛。反正佣兵那边也还有道具，移你只要形来收把这个入殓马尾师，处理一下。马尾兜一圈有弹射，他没选择冲门，而是往远走。那火灾调查员有自愈，应该是能愈起来。佣兵再翻个箱子，看能翻到什么好宝贝。这里入殓师还在跟他牵制。对，其实入殓师刚刚兜大模型，飞轮走门不是挺好的吗？这一波是带出来了。我感觉他是因为你走门的话，那个灵柩，他就直接回去找火灾。哦，一个漂亮的飞轮，规避一波伤害。但其实你入殓师这波出来了之后，也拖了很久的时间了，前面还有个地窖。现在赶紧盯着这个入殓师。应该是架死，就想着不让他走了，前面有个地窖的。对，最终击倒挂入殓，保护队友。其实这波马尾真的是拖了很久，拖了很久很久了。你想想，皮皮虾倒地的一个位置是在一手蜘蛛，但蜘蛛就比较怕前锋了，特别是你在拉丝的时候，万一被前锋撞一下，你丝全废。至少能封住大房的密码机，而且往小树林压。大门这个人的话，又修不了，又跑不了。我觉得他可以选择开局先去找输液也行，就看一下你监管者的一个动向嘛。直接是往小木那边去靠。前期先藏一下红光，想反绕。你这个地方是选择直接换了换色月，想去抓马尾。但这里沟通爆点很及时，都拉开了不错的距离。是的，而且你大房的话，可能相对来说也会没那么好追嘛。对，很多窄道其实杂技的球你必须吃的。先看一下蜘蛛来的一个方向，然后下板再走。但是只能说追杂技刚好能闷一个化险为夷，没牵制天赋。这里18就蹲在前面。不过18的话也是在那边，对，他在那边挖密码输液。应该是不敢挖出来，挖出来会爆点，卡个49去破1好了。是的，而且大房的那台密码机你可以先修嘛，然后一会儿修完的时候再把这个输液挖出来，再换地方。那好不容易进入一个短板博弈，空军又来了。这个地方是硬扛了一把枪，已经是掉了3个半台了。闪现开空军，空军开了枪以后自保能力下降了。对，不过这个地方的话，你还是得去先把木屋这个下过的板子踩了之后，你才能去架丝。140现在蛛丝很的多，直接冲过去。高速公路架起来，一个飞轮进板，但是这个短板的话应该活不了。前锋来 OB， 先把丝蹭了。但这个地方的话，短板去跳点不太有 OB， 所以有这里受伤了，直接被打到了。3层丝应该不敢来了，操作风险太大，没必要来吧。好消息是杂技刚刚满状态，可以过来触发化险为夷，或者前锋直接撞就算了。那你这个地方撞救的话，感觉也没有说特别的舒服，还是选择了撞救。至少能先把化险为夷触发，让杂技多修会机，前锋甚至还有机会去保一保。是的，看一下2层丝反绕。那你这个时间的话，其实相当于是你空军的卡半的时间嘛，就抵回来，就倒一个离椅子最远的地方就行了，然后把自己密码机补亮，该补机子补机子，该调人过来救就过来救。这把密码机但外面还差一台机。不差了，冒险家手上50，那不就是还差一台吗？加起来差，但分开修的话，应该是能补一补。对，能够稍微再去拖一点嘛。18过来卡着，那应该是不太救了吧？毕竟18也没化险为夷。感觉这个地方的话，除非蜘蛛率先杀出去，那18可能找机会无伤救。是，不过这个地方的话，我觉得更多就是稍微卡一下吧。他应该也不会有耳鸣的时候离得特别远。应该最后一个输液就在沙包里。对，应该就是在这附近的。对。
把空军手飞，再往外走。那现在就看怎么去2序节奏。冒险家偷偷再去挖树叶，枯草这里提前躲起来。想要去找一下木屋的杂技，这台机是80度的那台，很响了。已经在挖密码树叶了。现在其实前锋反而要配合杂技过来，想把密码机偷一下。苏打也知道你求生者想这么干，所以他多拉扯一下，多攒点蛛丝，为开门战做准备。是吧？应该是已经把最后一个树叶挖出49，这样不爆点，直接秒。那现在密码机是已经压好了，压好的状态了。那就想要去找这个冒险家，因为冒险家就是开门战的时候比前锋更有机会去顺秒的。你如果说顺秒这把，其实还是有一个去争3的面。但求生者也是要拖前锋去贴大门，这样的话第一时间才能点到门。那你这个拖的话，其实同时的也是拖了一下苏打那边的蛛丝啊。对，那就继续吐吧。要连吐4下去压起身，但应该求生者也不会给这个机会。前锋应该贴到大门以后就找机会了。是的，得亮了，准备走位没躲掉，再攒。现在要补一层丝，扯丝的时候直接架丝架在他身上，让他白扯。又吐3层一下。丝亮了，这里架丝好像没太架上，对哦，有点慢了。没有特别的顺畅，过来一刀是打还是秒掉，到了。但是大门第一时间点了很多，是先牵人嘛，没有选择捡。但是杂技的话，其实你就算捡了之后，它也是架在小树林那个方向，是还是可以有机会回来的。现在贴大门是已经开了，选择了直接传送过去，但枯草这个时候又已经绕出来了。对，这样的话2个人给压力，苏打想架高速公路回去守，排一下耳鸣，没耳排一下鸣要不要掉头？不掉的话，那其实2个人都能走大门了，对一个跳球，一个拉球，来得及吗？感觉来得及，来不及了。就是求生者那边来得及走。对，蜘蛛来不及了，对，那保下一个平局。但这第2局的时候已经拿了嘛，那你现在可能就是看着这个角色你怎么搬，剩下的那个就是他要拿的了。你像军工厂的话，因为它本身已经是相当于搬掉你的小丑跟破轮，如果修大门的话，早晚会被干扰。因为这个地方基本上你刚开始修，然后心里就到了。对，然后如果说你给机会给身位的话，其实也会去试一下换抓一下，看你防不防嘛。还有一开局猫猫是反拉，这样大门就可以修了。反拉进木屋牵制一会儿再去4合，也是一种不错的一个开局的选择方式。对，不过这个点的话，可能也不太好回木屋牵制了。吃刀转点呗。就只能吃刀转了，或者是说你硬搏到一个板，哎，这里啊差一点点。敢翻吗？有点危险，木屋是封了窗的，所以说第一时间还不方便转。第一刀吃的越晚，其实对于心理来说越赚，应激能持续越久。是的。先把窗封了，然后再把你往外压，回速。但这波其实板区比较密集，降龙梦也比较难拿到第2刀，抽刀差一点点，往前走应该要吃1刀，然后翻窗去大门。要给刀的，这个位置没办法的，给刀，前锋已我前锋已经就位经来了。因为现在的话，其实闪现好了之后，你如果贴近身位就是闪现的，直接一个死角的小短撞，回速，刚刚是保了一波转点，再去木屋，哇，又撞到了。波这2波撞的很难受啊。是的，实际上是他没有闪现的身距，即使是闪现好了，闪现我们都知道早教早 CD 嘛，能快速击倒求生者，倒地以后前锋反而没那么好 OB 了。趁踩板要不要再来一下呢？好像回去了。就你差不多断2波大节奏，我觉得现在前锋已经是可以回去修了一会儿了。
但是你其实是拖出来了杂技跟调香的第一台。现在你等你挂上心理的时候，其实他们俩都已经可以就该卡人就卡人，对，然后该破译就破译。杂技可以触发一波化整为一以后，再去找一台新机修，前锋能够密码机修亮以后 ，OB 一波拖到调香师亮了以后，最后是可以一个人救一个人 OB。对，这样的话你整个密码机的调配就会比较快一点。心里这波唯一的问题就是没回光返照，救下来以后应该是不溜了，直接往反走，对，不然的话可能会拖累队友快速的进行下一台的破译。是的，这把其实到目前为止，西安乌蒙已经完全陷入了求生者的一个写好的剧本。然后你前锋的话，刚刚他的 OB 是没有出什么失误，然后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收益吧，就断了他2步大节奏。对西安乌蒙来说，闪现一直没交，有点难受啊。就现在你又不好交了，你交了的话开门战没闪，所以说你这个闪就等于是开局一直带到现在都没机会交。是的，只能开门战的时候用一波，用来保平倒也还行。风窗割据的话，确实保平能力比较出色。但这一波其实没让前锋先过来 OB 一波，而是让前锋是卡满救，对，卡满救在 OB。调香的话也想让他过来分担一点压力，因为前锋是有个被拦截的风险的。对，所以那边是有一点停止破译了。看这一波，给刀救应该要补球，一波大球补上，心理弹射拉开，最后2台都已经在破译了，还需要30秒时间。哦，这个闪现够强了，这个他再补一球。前锋是有回光返照，所以大可以帮忙，后面没球了也能扛到。现在乌蒙有点着急了。是的，现在的话有一个隔双刀的说法，但是那边前锋还有1/4个球，还能 OB， 只不过心里是没回光返照的。哦呦，被砸了一个头。有没有可能拖一拖，一会儿直接往大门走算了？拖到前锋倒地，这一波没倒，但是没有关系啊。直接亮，对，你还得挂心理，想先处理前锋。前锋这里那边还有一点点球，但这个地方的话，隔窗刀没打到，那这样拖到心理自愈。这个前锋其实这把发挥的作用太大了，非常出色，只能挂心理，心理一个隔窗刀，那回头再去找前锋。中场的这个李宝要准备过来摸心理了，不然前锋一个人肯定是顶不住的。是的。前锋的话，现在已经是没有道具、没有飞轮、没有可以去博弈的点。我们能不能看到李宝呢？他即使抓到前锋，他也必须挂前锋，因为前锋是有自愈，而且是1挂的。是的，但是现在其实再去处理前锋那边，心理杂技是能摸起来的，摸起来了，而且位置距离的还是比较开。前锋他一个快交互，还能而且还在搏，是正射也没关系，还得踩个板才能挂。心里摸起来，西安乌梦才意识到另一边也是有人的，再回头。但你这一波回头的话，其实还是得花点时间去排一下猫猫的位置，然后杂技自己跑。所以想回来先去赶一下前锋，但挽留的持续时间就50多秒了呀。是的，而且你如果回去挂前锋的话，那边本来在蹲的2个人就可以先拉点，我换一个点去蹲啊，那我离刚刚就离得更远了。更何况是一前一后的卡人，2个方向同时给压力，调香师也能给从大门给压力的。是的。现在的话，猫猫是点了一下小门，但是又走了，想去找猫猫。猫猫这里提前做好了准备，一个回速，怕大门的人来偷。对，但那边的话其实也没出来。那这一波小门可以硬点了，反正挽留一会已经结束了。倒了，把前锋救下来2、3个人冲大门就行。这一把是多跑局，是，因为现在的话，其实你挽留，还没结束，挽留快了，差个10秒。但你其实站在一个比较远的方向去卡了就行了嘛，你大不了贴近身位了之后，其实他很想抓住你的挽留，直接交球，够不够呢？不够了，不够，不够了。调香师过来，有香水稳救，只要不震慑就行。这一波感觉星安梦梦只能拼震慑啊，不救了，直接走大门吗？是的，这个地方一波回头无伤救，还有再卡个板说法，还能拖到下一个香水好吗？一个闪现震慑了，那这样再去找小玉，小玉这里是挂飞。这边的话想要先挂，牵着过去，不能挂。他得但是那边已经开始移情了。你这波的话，感觉移情能移满啊。他必须想办法把前锋挂飞才有平面，但是这里移情以后，一个飞轮还能进板。这波踩板的话，再拿前锋刀，调香师既有机会自愈，前锋也有机会冲大门。那边已经在摸了，而且。
给到一刀，前锋再撑一会儿。调香师已经快被摸起来了，走大门，大门是开的，2个门都是开的。是的，直接2个板子一拍，其实这里还能跟你去拖，还能拖一个回缩，回过头了，发现调香师要走门，但好像拦不了，来来回回，甚至隐约都断了。心安moment他有点着急了，陷入求生的节奏了。是的，过来找前锋，但前锋的话其实就倒远就行。然后那边是3个求生者出门，只能说前锋大功臣，真就大功臣。无论是中后期的牵制，还有前期的补撞，包括后面拖时间，都完成的非常出色，顶住了压力，哇，完成了3跑，也是恭喜 TE 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这把前锋压力会分摊到别的成员身上，没错。所以你如果是摁追这个哭泣小丑，万一堵到点位的话，其实这把是比较有大的机会的。这个阵容，要不考虑直接博奖让带个闪算了，对吧？拿着闪现能给到木偶啊，或者说是酷丑的一些压力，保证自己的一个那个机子那里去，是踹一脚再挂。看一下一个2-2的悬点，直接堵到了哭泣小丑的位置。不过呢，在这个点位，其实博奖是比较难处理的，得看一下哭泣小丑的个人操作了。还上来直接先找小船，酷丑这边这局带的是一个插眼，也就是能够有效的封住这个地形。对。能减慢他的这个交互嘛？到时候放了围龙，好去给到你一些震慑，或者说让你不敢翻，也比较好去走一个8字龙。是，这边先放一个窥视者，受到了一些限制。这位置也不再敢拿火箭直接往外拉，有点被架住了。这火箭好像有点被逼的，直接那硬交了，感觉要吃刀了。回头撞，想把东西直接撞晕。对，还交了道具，只是有点吃亏了。所以说，酷丑其实有点被受限。对，甚至还会被压在这个地方。没错，这火箭还是想看能不能尝试把东玄给撞晕，但是没办法，东玄这边反应比较快，直接回头一刀。非常快，44秒的时间把第一个人给击倒。其实这一把的话，对求生者不是很妙了。没错，这酷丑还带的是一个飞轮的，是一个牵制天赋，但是没能牵制太久的时间，只能靠守门人看能不能再过来给个化险为夷。必须要让酷丑下来还能有一个牵制空间。是的。还想再拖，看能不能多拖一点。那东玄也正好攒一下愿力。我知道手乙其实不太好守，因为你救援位提前是过来拦了的。没错，直接救，不打算帮我扛。选择打针对了。是。因为知道你的道具是要好了，不给你任何升势端的一个空间。这个节奏，等一下再依靠承载过来，再给个化险为夷算了，还是说是直接让别人过来代替救？毕竟他手里有2个火箭，你不救，感觉也有点小亏啊。对，会比较亏一点。但是白纸是直接往角落一倒啊。打算再拖点时间嘛，让他挂人的时间也变慢。是，看到木偶师已经开始移动了。现在节奏还是比较偏差。你现在已经上2挂了，密码其实才2台半，近2台半还是。那现在又卡过来了，不打算浪费掉木偶师这边的一个化险为夷，因为就算让他救，其实也一样的。可能没有太多的一个牵制空间。对，下板了以后来使用了一个残铲。是。但现在东玄的愿力还是比较多的，他其实是可以给他打一点伤害，然后让他就不要让他那么满状态去救人。是的，但守门人也是故意的嘛，只要你打了我之后，我的酷丑这边是能再有一个牵制空间的。主打一个相信队友能够继续牵制，对。但这里有一个8字龙的走位，其实牵制空间会比较小一些。对，酷丑这个角色其实就是有点受限，还想打一个双刀，打成功了。这个没有防到，是因为你这边男根本就跑不开，我先把你击倒了，然后我就把你挂了，我再去管我这边的一个上官飞的白纸。那这样确实节奏上也衔接上了，你承载这边逼的也过来要救，密码机现在差个1台半。对。木偶师是刚刚才把守墓人的机子给补开啊！是，可以先挂，不着急。反正守墓人这边图也是已经用过1次了，想要再给承载这边点伤害，只要你救了我，再把这边白纸挂上。对，那这边就可以直接挂了。没错，因为大友是拒前的，所以没有太大的问题。那2个人跑同一处的话，还是下铲了，分开走。对，先劈铲。这个化险为夷的时候，可以先追一下木偶师，因为你这边在化险为夷的过程中，你是没有办法变身的。他过来这一刀能不能成功给上？有机会折掉吗？感觉要折掉啊。也是直接变身嘛，变身就拖了点时间。对的。那现在其实就可以换抓，先不抓这个守门人了。咱现在有谁抓谁，因为愿力非常的多。对。好博弈承载。
慢慢进行追击。东玄现在意图其实我就是慢慢把你这个城寨给追击倒了，然后到时候千人传送，我直接去追海边的人。没错，而且你蓝也是没有办法去补状态的，哎呦，还是直接击倒。二节奏起的非常的快。海边这边密码机他是由于要过来救人了，所以说现在让南去骑小木屋的密码机，那这个插眼好像还是能省一下的，底牌可以省。他剧情是可以直接牵到小木屋的。对，挂了小木屋，然后直接去追南。南可能还是得走一下了，这台机子估计是要不了了。东玄能够管到遗产，直接去追其实就行了。哦，还要守一波，再打一下摊一下伤害，没能摊到。后跃给到1层，给到了还是要抢脸上这台机子啊。其实跛脚管遗产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而且他现在愿力也是比较多。是一定要守的。小木这台密码机是放不了，没有办法当成最后一台去打。没错，一定要在外面多开，直接下铲。维龙有点失误。但是建筑物被挡住了。没关系，只要能圈住就可以。是的。完成击倒。OK， 那现在又是一波人机同手，给到求生者的解法不是很多了。对，现在其实就必救就可以了。至于手里这个底牌还可以再等一等。什么这个耳鸣卡的比较好，但是看一下东玄的选择。是能看到吗？差一点点。他是看到了，哎，看到了，这个衣服实在太红了。他看到那个衣服的缝，他那个红色是这个道具一交，你还是得拆。再一个围龙，直接完成击倒。哎呀，魔术师现在也是很难受，因为这个点位他确实也跑不过来。魔术师也分身乏术啊，他既不能补状态，他自己也根本就撑不了一个牢笼。对，海边密码机实在太少。中间主要是节奏上他续的比较快，你这边一个挂飞之后，他转头我就可以再去找到另外一个要追的人。没错。东玄现在就慢慢找，反正就剩你一个了。你魔术师现在也没有办法再变身了，拖延不了时间。对你也没办法说摸一根针来压一下这个乌鸦。地窖也是在双11的方向。对，接下来东玄的排人的角度，哎，红点是看到了的。对，他就围绕着海边这台密码机反复找都可以，但是现在直接找到了，直接闪，直接收走。是的。那东玄也是在第一局的上半场完成了一波4抓。哎呦，这给到的压力是实在有点大，5个小分先拿下了。没错，你会发现。求生者完全是在东玄的节奏里面赶过来赶过去。其实刚才我们就有讨论过这一点嘛，还是觉得说这张地图有点太大了。因为你如果最开始就希望说梦幻小迷来打雕刻家的话，你不太会选择这样一张地图给他。是一样的，就这个角色阵容啊，他比较能拉点。同样的，在小锤会选择抓谁呢？不动商跟魔术师2选1，反正守墓人是绝对考虑不了的。那其实第一局选择雕刻家的话也可。上来雕刻家直接是选择进入到小木屋的点位吗？打算还是直接找一下古董商？因为带的是风窗嘛，可能去小木屋会好处理一些。天，3个飞轮化险为夷，直接就选择硬拖，哪怕就算是倒得快了，这个密码机我也能硬靠化险为夷给拖够。没错。直接带到大船旁边就是个大龙。如果说是这边抓不到的话，可以转头直接换追。视野是有在看，但是想把人往那边逼。哎呦，拿到刀了！其实3岁是知道你肯定想往这边逼的。对，这刀就硬吃了。对，哎呦，又被夹到一个，因为道太窄了。这里能翻吗？能翻。云门了。但是你云门下去这个点位还是很差。是的。下边全是交互点，敢进吗？不敢进，先选择拉点，往空地走。哎呦，这个有点险呐。也是靠走位扭了。往回，但是带有张狂啊！再一个往回，飞轮也逼了出来。那前面要过交互的话，还有一组雕像的机会。不敢走交互点啊！想再续一下吗？直接出雕像。位置还卡的比较远啊，但是有点牵制不动了。这个机关枪也没办法交，因为它这个位置一直保持得很安全。不过密码机也是拖到了一个近3台了，2台半。是的，这里还通缉到了一花的守墓人。双11限制住，先给个化险为夷。看这里能不能多拿点存在感了。手里现在雕像的话有个近2组，给1刀，逼他早点救人，这样能去快点开自己的节奏。是的，2阶开了。不打算去用到自己的道具了，因为你就算用了，他这边也没有办法去拖过这个化险为夷的时间，索性直接不用了。而且他也不是很好进点呢。对，直接拉开就行了，他不想干扰到双11密码机。对的。
接下来再一颗守门人过来，再给个化险为夷。对的，现在密码机的话是来到3台多一点点，一花已经贴了过来。是。守门人这边已经是下过铲1次了。是。通缉到的是军少天。他其实开2阶了以后，他是可以提前过来逼救的。对。哎，这个点位有3组。怎么说？ 先炸了一下，那这个救援应该没有太大压力啊。但他这边的话也是有点想摊的，他想摊双倒，所以这边古董商是必须要帮上忙的，给了2个激光消。是的。哎呦，守门人这边的话是被后边的一个合成组的雕像直接完全没防到，我的天！是守门人没注意到，没防。哎呦，魔石这边的被一个远处的雕像又给击倒一下，这样状态也残了。 现在情况就很尴尬，因为一花的那个位置其实是这张地图比较难救的一个椅子啊，一会儿直接往那一挂出来打拦截，那穷者就可能要被摧枯拉朽了。他这还没有带回光返照，你现在的状态，等一下我再给你查坟场，你怎么办？再定，能击倒吗？哎呦，使用了魔术棒，还可以躲一下，但后边就没有魔术棒了，要不要这个道具进行一波补充呢？ 没打算回去管那个守墓人，对，逼他交自己。是，只要绝世风筝你后边交了之后，我在开门战的时候，我就可以多一点3抓可能或者4抓可能了。是的，因为是有张狂，不一定好起来了。找到了军少天，哦，使用了飞轮规避掉。手里现在还有1组多，直接过来找军少天，因为他已经知道了嘛，你是带一个化险为夷加飞轮的，那你就没有带回光返照。是的，原地想。 这属于是天脸的，其实没有太大的办法了。这个地方也没有说有一个板子可以给他玩一下。是。这接下来的救援就属于有点难题了呀。后边这个移形是能拖好的，由于这个地图比较大。没错，因为你守墓的位置其实大概是能知道的。你是倒在海边的这里，你要肯定是就近来破译密码机。没错，守墓人而且还不能被这个坟场给干扰到，或者说被击倒。再被击倒的话，这局面一定是4抓，是锁定4抓的那种。还有可能会被到脸上。 先出一刀，那这样还能回香。哦，大龙的这个状态还是有点残的。对，飞轮规避，想把大龙直接换上击倒，这样传位密码机，他这到时候又能去控一波。他已经知道了，他们都没有回光返照，其实这一把对于梦幻小米来讲还是一个比较优的局面。对，救上天这边是摸到了一个护腕，到后边索性就直接把密码机亮了，不救了。再一波回香到脸上，但密码机的话，其实已经拖到了最后的20。 对，不救了，魔师就直接卡在小门的位置，到时候2个门一起点。但一花得承受住这一波坟场的干扰。对，但是有点头歪了，有点头歪了。对，头歪了。就算投到脸上的话，这个铲就直接盾了起也可以。对，要直接亮了。 没关系，亮了之后，军少天就在小门进行牵制，然后大门直接去点，这个局面就是能稳定的跑一个。对，梦幻小迷看到了守墓人的位置啊，因为这里是有一个报幕的。没错。需要快一点的把军少天击倒。再使用个护腕，就直接拉开。他不选择就是说我直接带到一个大门，不给到你的4抓的点机会。没错，军少天的飞轮还没好。有飞轮的也没办法拖嘛，就是拖大门一个进度。 大门现在的话也只能点开，守门人一花是能直接出门的，那这样是能跑掉一个。第一局的积分就是来到一个6比3，那这样6比3积分也是直接拿下了一个多3个小分嘛。朱雀这边也是一个大赚了，而且是在对面一个主选地图的情况下，然后我去拿了一波大分。对，但其实给到梦幻小明的一个头疼点就在于这个阵容里面有前锋的话，这个兴奋我觉得有点必带了。你带了，你要不就怎么样？这张地图你只能带插眼了。 是的，不然你追不到人。也带窥视者，而是前。来，要不还是往这个木偶师的方向来吧。你如果硬要去找冒险家的话，感觉有点像鬼故事。你要直接去找的话，那就上来直接放个围龙，快速接近，但是有点太奢侈了。你要是没找到的话，好，进入到上来选点。这一把是一个张狂的跛脚羊。对的，脸上也是军少天，军少天这边的木偶师是直接拉走点位的，去往中场这边看一眼，看有没有冒险家的点位，没能看到，那只能进行追击了。 等等，这是不是在想着骗呢？他是带了淬火的。对。那找一下3岁试试。走2步举一个龙。对。再压迫一下。好，窥视者。想直接硬追了，第一刀拿得非常快。是的，没能反应过来。而且3岁是直接拉了一个长球走了，梦幻小明这里只能硬跟。不给你这边任何的位置嘛，到时候你这个围龙就也不太好放了。对的。
再拉点，这围龙还需要再等一下才能放，毕竟到小木屋。你不慢翻进去，但是这里也是能立刻出来，速度很快，但是拉了一波球有停啊，有飞轮规避掉，这个球还能再拖出来，感觉还是可以折掉的，对，再补上一个，再等。哇，这个追击岛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哪怕你外边有个冒险家，现在外边密码机已经是有一个近2台了，因为他这也是算是一个50树叶嘛。没错，但脸上有地下室的话，直接挂下去，我觉得还挺好的呀。他想要在外边逼他们过来救，因为你一旦挂地下室呢，他们一定会选择不救了。得先打一刀。由于这边的围龙是已经是拆掉了嘛，所以伤害把鳞片是的，愿力不够，不能够越龙回去。这里的话，教授是可以帮忙一起拆龙、一起跟的。是的。打法没问题，直接平 A。对，因为现在密码机由于前期牵制的根本就不太够，所以现在一定要帮忙扛刀。是的，双人陪跑了，开始。伤鳞片再拖，这样解决的速度就比较慢了。再拖，手速非常快啊，大龙。是的。由于自己带的也是个窥视者，所以说现在影响不到对面求生者是什么。是的。他现在张狂起来了，2阶愿力上来的会比较快一点。但还是有一点点捉襟见肘，不太够用。2个人陪跑的话，他现在只能说是有一刀我就拿一刀了。他就像是怎么一点点把你的这个给抠掉。对。也是比较蛮可惜的，刚刚教授是没来得及把这个围龙给它拆掉。是的。这边再挂密码机的话，其实加起来是3台多一点，冒险家身上还有20多的树叶。现在还在挖，马上进50。那也是一个近3台半多吧，3台半多的一个密码机。没错，军少天这里是还有一个化险为夷的。再给个化险为夷，这波还想要再帮忙拖一些时间。感觉得帮忙，还是得贴走一段。是的。过来想盲打一下。哎呦，直接击倒了。可惜啊，前方跟木偶没配合好，配合上。如果说这一刀能再帮忙吃一下，这一波化险为夷还能再拖个近多20秒的时间。是的。那现在先把第一个人给淘汰挂飞，可以转头去找一找了。哎呦，这波通缉是直接通缉到了教授。一波跃龙。是的，2龙直接到达了小木屋，现在离大龙还有一波距离。是耳鸣。若隐若现，给到他比较大的迷惑性。到小门，他是知道他这边点。好像看到了啊，窗子漏到了。但是差一点点的位置。再补一个过去，这里想要八字龙左法吗？回头看一眼。他身上有贴边走，贴边走。下飞轮补一波距离。交，2方再补。这刀，但是还是能完成击倒，还可以。对，因为位置没有很好，如果刚才有能够稍微多一点身位进板的话，其实还有更多的牵制空间。来不及。对的。这2个人其实都是带了一个回光返照的。没错，现在的话，密码机其实是加起来应该是只剩最后的40了。对。冒险家这边的一个树叶已经是还有个3成，所以说密码机只要再能去补一补的话，其实就能直接强开了。没错。玩家已经偷偷的过来了，想要过来直接看能不能去偷一波人，直接救了下来。玩家小明现在的话也直接想要过去进行追击，打了个针对。那这里可以直接挂地下室，是没有必要再去挂那边的一个脸上了，直接挂地下室是会更好。看他有怎么样的想法，选择挂吗？最好是挂地下室。想直接挂到遗产呢，但有冒险家在的话，其实你这个遗产不是很能控。那他下椅子就要直接打个针对了。对。他的想法就是我要保证开门战你们都在我脸上。对。但是2边有点都没能守到啊，人也是放出去了，想打一波教授的针对，没拿到任何的伤害。对，但是教授这边是没有带回光返照的，所以说他必须要快速击倒。对，愿力。再跟完成击倒，那这个局面梦幻小明这边还能去摊一波3，直接挂。接下来就是要去找这个军少天了。没错。一花直接开门，军少天不能点小门，直接往墓地拉，他要拖到那边大门直接点开，然后去争一波走门的机会。军少天有比较大的一个牵制空间。是，地窖现在就在墓地。对，能罩住吗？脚印是看到了，再补。再拦。是的。
那君少天这边急呀，因为他这边围龙我是能一直的去拖的，自己的变身他是没有办法维持好几次的。没错，还砸到一个头，天啊，他能够慢慢往地窖去了。是，但梦幻小迷这边一定要拖，一直要拖到的时间。而且他这里路易还是能够再摇一下的。是。还要再等。天哪，那感觉能走啊，他愿力不够，要走地窖了。这一刀给了，我觉得是亏他。这刀的话，你后边你等着自己的飞轮好，你这个刀我感觉你又很难避免。对阵容克制上来讲的话，可能会觉得女巫会更优一点点，但是还得考虑到这张地图，它其实板床区衔接的会比较密，那这墓地有可能会直接去找这个飞行家。是的。也是因为说墓地其实相对来讲会比较好牵制一点，板窗区会比较多，那先把这个点给占住了，就逼你们往一些不太好转的方向去了。上来是直接先去往的红毯，想要直接找飞行家。没错。哎，会不会拐呢？不会转弯了，还是直接找到红毯的飞行家。哇，飞行家这边是没有带飞轮的，这个应对女巫的方式就少了一种。是的。手狗就不太好卡了。那就等于纯靠这里的板区。对，这边再拉，直接拉超。去这边位置，我就可以直接架住，不能给到平一刀，很快进行板床博弈，道具也交的比较快。对，但你现在的悬停就直接用了的情况下，下边你怎么去躲掉这只狗呢？是的，想再绕回墓地。是，现在准备要放狗了，卡在前面一个位置，对的。再回头再放，好像不是延迟，应该不是延迟狗。等，现在跟着踩板，然后本体这边跟着钻过来。是的。等抽吗？又抽到了。下板羸弱。是的，飞行家这边盖板速度还是比较慢的。没错。来一波超距。再放，这样的话寄生就能直接超过来了。白纸只能回头去卡这边的一个长板，因为他没办法，他只要是拉开了这个寄生就只能直接超脱，到时候跟过来再跟着踩板，你这个飞行家还是迟早要倒地。是的，没有太多的牵制空间，他其实少了个飞轮，其实就算给他一个飞轮，这个地方也有点难躲了。对，现在的牵制时间明显不够，佣兵肯定是要过来救的，但你过来救完之后，勘探员要不要想办法来帮忙呢？因为你密码机肯定是不够的，要不然呢就是直接朝着平局去打，佣兵救了，然后你勘探员不管，接着进行破译。对。那反正你想要争的话，承载这边是一定要去想办法进行 OB 拖一点时间的。没错。得分开走吧，感觉。那白纸这边呢，再去依靠板区，看能不能多拖点时间。是的，看一下这个道具怎么交。再喷了，再喷，3段全用，然后现在手上只剩一个喷漆被包了。勘探员现在还进行破译，想要帮忙了。还是得想办法把寄生给送掉啊，不然的话，等一下 OB 的压力也会比较大一些。这位置还是有点被架住，勘探员强行凑到脸上，然后把这个本体，这应该是本体，反正直接是吸晕了一次。是的。不过也是因为地图比较小，其实想拉超距会拉的比较难受。对。现在一直都是一个单信图追击。这里没有靶了，甚至这个红毯是想要进行破译吗？那红毯这边是没有办法进行破译了。因为他这里只要是挂墓地，你这个红毯我是肯定能给你做出的。对的。但这一波的牵制其实是比较成功的，拖出了化险为夷的比较多时间。对，红毯没有办法破译啊，也就是说现在南必须还要再拉开距离，或者说是想要卡一波耳鸣才行。对的，南的话位置是被通缉到的，所以东玄是比较能够放心的过来管一下承载这台密码机。有点难受啊。他们感觉得卖掉了。卖掉，但是他现在干扰了2台密码机。是。佣兵现在修机，他也修的不踏实，他怕你女巫过来给他上一波寄生，只要感觉很快就要去上寄生了。对你只要过来寄生一个信徒，那你这边红毯你就没有办法去修了，而且他随时有可能我直接切底牌，我交了闪耀把你佣兵直接击倒了，那你这要出事了。他们选择卖掉不继续去盘的话，想的就是这个佣兵来扛住压力，然后带走自己的遗产。佣兵现在要想办法看能不能去拖一点时间。就哪怕他现在要倒，他都要倒到1号去。对他把道具都交完，都不能够倒在这边。他不能倒到红毯，他倒红毯这个节奏可能就要大。好像还是往红毯的方向去倒的，因为他们是提前开了机子的。那要倒到这里可能会有点出问题，因为就看大房石头那边有没有刷椅子了。你要大房石头刷椅子，他这个位置可以直接做3台密码机。因为下一个人来救人的人，他压力比较大，没有化险为夷给你带走，而且自己肯定是不可能满装他来救的。现在1号也有点受到干扰。是的。勘探员现在只能去修墓地了，然后救人问题要给到沉默人了，要给吗？还是说是这勘探员过来救援？想让勘探员过来救，但是你1号现在没有计划进行破译啊。机子是一定会反复被干扰到的。甚至南现在手上也没有护腕，
这里给个寄生，位置直接架死。那你现在过来卡机子又不能修，救人现在还要吃个状态。没错，已经形成了梦之女最喜欢的一个三角了。对。打到成功，现在他的重一点，他不是要追不追佣兵了，我手上只要握有人，有人就可以，这个底牌我都可以提前交了。他随时可以直接切闪，甚至好像能直接省个闪。对，因为你没有道具了，没有6的空间。那现在寄生挂这些就行，就在这守着，沉默人等于高强度逛街。我再给你挂回去，是挂红暖外也可以，也可以。现在跟不让你承载这边能把自己的寄生给去掉，但还是去掉了。因为刚刚寄生比较多了嘛。对，而且有人淘汰以后，他的驱信徒的速度会比较快一些。确实，主要是这个岛的位置很尴尬，你岛一个4号，你让着这边密码机都没有办法进行破译。他也没有办法说我绕一个比较好的位置过来偷一下人。是，1号密码机本来就动不了的情况下，为什么不让勘探员再去多骑一台？是的，对吧？反而这现在一个气囊。是的，现在3个人现在还是动不了。佣兵现在想办法要把自己的寄生给去掉，然后去补充道具。火灾只能去给墓地压力了，看能不能密码机去多骑一骑。承载这边要多拖一点时间，但他自己也是没有带回光返照的。一旦他要倒的话，监控者其实还手握着一个3杀节奏。对的。这要底牌吗？预判想打一个震慑，再省来了，还是交了。因为他现在节奏很好，外面的人其实也是有点在逛街的感觉，你很难说花时间去调状态，因为你调状态，你的机子就不动，你也没有办法说让佣兵再去摸道具了。这时间不够啊，你这佣兵的道具也没能摸到，你但凡是个针，或者说是自己是个香水，你救下来2个人其实都有一波的牵制空间，就已经完全能够对解放团队的一个压力。你现在佣兵没有道具的情况下，你过来救援一定是双倒，或者说是你佣兵会倒地，那你墓地密码机又被我再次锁住的情况下，你这个局面该怎么去翻？现在有一点是慢性死局了。对的。现在佣兵想要去起一起1号，但是你起1号没有用啊，因为你火灾你没有办法过来进行救援，你过来救的只能是你佣兵。这场上的信徒有点未免太多了，东玄这把没有带插眼，圣司带了插眼，你们在任何一个地方我都是知道的，他的视野太广了。让火灾来，但是火灾这边没有带飞轮，只有一个气囊。闪现是好了的。这一刀打到了情况下，勘探员能救得下来吗？救下来了。那我现在可以再去挂你佣兵，把你佣兵挂了。然后你勘探员现在也没有办法过来进行救援，只能是火灾过来救。勘探员可能要去修墓地的，他没有办法去碰1号密码机，直接就近挂。很尴尬了，现在的这个情况。对。甚至东玄这边还没有做的更绝，他要做的更这边也是直接挂淘汰飞的。淘汰掉，救了2波。这里还能再去找一下沉默人这边的位置，给他上个寄生。两边入穴再去打一波小拉扯，但是2个人要去争一波平，该怎么争呢？他们现在只能去想办法争平，因为他这是关系到他们是不是会被2比0，以及这个净胜分能不能保住的问题。是的。一个蓄力刀直接打掉，但是你翻过去，另外一边还有一个寄生能再跟。信徒的话是没有闪现的，自己还能稍微拖一下。对。这被板子虽然还在，但是闪现马上好。沉默人不过他是有回光返照的。是。没关系啊，东玄反正现在我是能接受一个3抓的，我不求一个4，我就求一个3。对，你亮了回光返照，我就拖自己的闪现，只要能让你走不了这个地窖，这个局面我是能接受。对，但东玄的话对另一边的人还是有点想法的。还想尝试一下太阳4吗？应该不太会了，可能就直接去守这个沉默人。目标很明确，还在看。看一下位置在哪里？应该是知道脚印在哪里吧？不可能追丢。他应该是把这个位置直接给他守住。信徒也是能够看到的。闪现是马上要转好了。闪现已经好了，只要位置合适，我就直接闪。再等。母体的闪现声音一响，其实给到求生者的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对，实在是太大。对。这边去掉之后，我再过来给你上一波寄生。本体现在也就在第2口等着呢，不可能给到你这边走地窖的机会。由于自己身上气囊也没有了，直接交闪完成击倒。那这样承载是直接把门点开了，只能他自己走了，因为他要过来他的话一定是4抓。对。那这样也是可以直接恭喜 FBA 的朱雀2比0直接带走了斗5了。恭喜朱雀拿下比赛的胜利。哇，2个净胜分啊！这2个净胜分直接是拿到手里，他们现在一个名额是直接上涨，直接往上冲刺了。对，
哇，东玄现在角色不管是在第1局还是在第2局，他因为面对到这套阵容，你如果不带闪现的话，你很可能会给到求生方这边牵制空间。因为你想象每个求生他们的道具，就除了飞行家之外，飞行家可能会有点受限。对，因为他面对到围龙里面的话，他一个喷气背包交的话，很容易被跛脚羊预判一个位置嘛。但其次的，像调香师以及魔术师，他们的道具是可以。这样的话，其实还是脸上的一个前锋了。不过我们刚刚也有聊，其实你面对到前锋会比较难受的时候，要不要去提前我直接就手追？对，确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确实前锋他的一个道具也属于说在龙内的一个。好，来看一下起追目标的话，还是要摆在前锋或者飞行家身上吧。中场的前锋的话是躲在这边的建筑后面观察一下白鹿的一个走向，这边已经露脚印了。这样已经看到，那起追的话直接扫前锋的麻烦。哎，这边啊，想撞但是没撞晕，这感觉这样的一个选择风险性也比较高啊。对，因为他这个围龙是把这边的一个单板是罩进去了，是有一个交互卡位的说法的。其实对于求生方来说，不着急去降博弈啊。对，可能在龙内稍微迂回一点，不会马上吃刀的。啊，那这样的话看一下这个板子。这边的话，一个围龙罩住，这边应该会形成一个黑龙，没有形成，还是要撞晕。那这边再钻回去，但是这个撞晕的时间的话不太够的，还是前面是把球交出去了，还好最后1秒龙是消失了，是1/4伤害。没错，那这样子的话也是成功拖出自己的一个飞轮时间了。那一个跃龙，这个后撤直接倒哇，这个熟练度。对，我觉得在果冻这边好像刚下完板，白鹿已经到他身后了。是的。因为这边果冻他其实也是预判了你会一个跃龙，然后把这边板子下了，让你跃龙过来会顶到板子。但这边白鹿的一个跃龙的位置是刚好在左手边的。是。那这边的一个击倒时间来看的话，其实还是能接受。将近3台，然后稍微干扰了一下487这边的破译，换了一台密码机。对。来，唐这边过来救人，先给到一刀。那这边围龙一照的话，是直接选择往脸上走。那也是保护一下队友的一个状态，而且也把甲门这台密码机先给让出来。对。这边道具交出来是为了怎么说呢？不让唐诗吃刀，对吧？是的。就主动往你脸上蹭，而且刚刚那也是台遗产。对。现在道具来说，还有飞轮的话，其实我觉得有一定的牵制机会吧。但同样的，白鹿这边也是留下了自己的闪现。是。看下双方这波下移之后，会不会选择去保一手队友啊？而且现在能量还是会比较多，每一波救人的求生的话，都是被白鹿通缉到了的。对，来看小明这个位置，看到了小明那个位置。这边的话，围龙罩住，好，给到一刀，但这边的话，围龙是没办法让他直接贴近椅子，是有点被拦住了，真的很难救这边。那这边的话也是选择换小蝶过来，但我觉得这一波的话有点个同样的问题，循环了。对，我还是有很多的愿力。这边罩住，再给一刀，击倒。那这边小蝶在救的话是没有花钱，唯一的哇，这边稍微有个弹刀闪现，飞行家就在脸上啊。是的。而且因为这一波求生是耗费了2个人过来，所以外面只有487一个人在破译。没错。密码机的话差的是1台还要多。看一下，先选择把人挂上，因为对白鹿来说，现在节奏是非常好的。包括小蝶，他现在也不能拉远，如果再远一点的话，还是有被拦截。没错。因为魔术的位置的话，稍微太过远了一些。对，刚刚在 S 板啊，已经是个对角线的位置了。对的，这边是找一下调香师的位置。但已经看到脚印了。这边双龙先罩住。转过来，但是到椅子面前，哎，围龙是直接拆掉了。那这样的话有个无伤救的机会。哇，后撤过来还是直接打到了针对。是的，但这波小蝶其实反应非常快了，已经。对，已经是救完人马上放香了。是的。那这样子的话，把人再往前一挂，外面的话差一整台密码机，而现在已经是一个半挂的飞行家了，尽可能是要去持一刀救下来，把飞行家的道具给交出来才行。那调香的话，刚刚也是有捡到前锋的一个道具的，是放在了独栋2楼下的位置。对。再给一刀。那这一波只能看一下小明的一个牵制了。调香这边是会有一些扛刀，对，帮忙直接倒了。对。因为对白鹿来说的话，现在我也可以选择换挂，是吧？但是有自信。对，同样的。觉得密码机不够嘛？手上的话。还有一个喷气背包，但是根本交不出来啊！就他不给你角度去交道具。
然后你想往前进的话，这个板子也进不去。对。那这样的一台密码机才60多的一个进度，这边小蝶台刚刚倒地，看一下白鹿这边的选择啊。挂上了应该要，那手上的传送地也转好了。487的位置也太远了，在墓地里面的一个位置是。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先往487那边去举啊，那魔术师也是松手了。但同样点位是被摸得一清二楚的，2个围龙过来，直接到脸上，好精准啊！就好像知道你要从这边的一个墙面去绕了。对的，越龙过来，飞轮躲一刀先。那对于487来说的话，要尽可能有多刀才行啊！看一下，魔术棒拆龙，还是拿到这一刀。对于白鹿来说，这个走位的分析是非常精确的。 这样的话，稍微等一下车。还有2个魔术棒，但是一个满挂的调香师感觉有点难，很难撑，而且你要看一下地窖的位置方不方便走啊。对的，这边打到了一个分身。双方也是来回博弈，现在愿力值的话刚好够，看一下空地能躲掉这一刀吗？还在扭，魔术棒续出来了，地放了一个魔术棒。那现在愿力值是不太够的，但还要躲一波裸围龙才行。是，看一下上那2楼还没有挂飞，这边打到了1/4伤害。但地窖的位置好像排错了，好像这边走的方向是甲门。墓地那边。 那往这边的话就不是一个笼子的事情了。对，那没办法了，因为主要是他们也没有时间去运营。你要第一时间往这边冲才可以。是。那这样的话，白鹿。对，你说你要从这个阵容去撕开裂口的话，最好找的还是气象，因为气象学家的话，毕竟它是有一定的容错在的，就不一定说你完全的这些风啊之类的可以教的比较好，对吧？那你像其他角色的话，木偶师也好，调香师也好，他们是比较稳定的。对。 是看一下，看你要不要站进去。那现在的话，面对到脸上的木偶师以及中场的守护人，就看怎么去抉择了。这样的话，确实气象学家他前期还是会比较安全，因为点位是。来看一下起追的目标。往中场走，这边是星河啊。同样是要去找救人位吗？这边也是看到了守门人的一个脚印了。哦，反手去找嫩嫩的调香师了。 但聊到刚刚那个问题，就是在于说调香师这边直接选择双龙去逼一下吗？看一下破相了。但这边还是拿到了，毕竟你是交了2个笼子。但现在愿力值是跟不上的。这个就是如果说你前期消耗愿力值太多的话，会给到一定限制空间吧。但同样破相了之后，代表什么？代表你后面2个香水没用了。这边香水先交出来，起一些位移上的作用。哦，直接倒了，直接倒下。这边还是个地下室呢。那这个击倒时间完全就不一样了呀。对。挂下来看一下星河，得赶紧贴过来啊。没错。这一局他可能会被罩在外面救不了啊，通缉到了星河。通缉到了，但这边的话，好在守墓人被拦截的话，也是还是比较好救援的。这边愿力值的话，也只足够放1个围龙嘛。他就在这边等一下。但是我觉得宠爱这边是想的来一手落地刀啊，感觉这个位置很紧张。对，落地刀来了，但是一时反过来了，再来一次，还是防到了，再来一次。行，好。那确实可能角度上跟加上求生这边是有防范啊，是的，没有打出来理想的效果。不过这样的话，还是很快的进入到了一个红圈状态。主要这边的话，能确定到调香师的位置，要不要反手去找一手守墓人呢？啊，没有选择。对，主要守墓人的话也有在防范，没有给你弄很明显的视野。而且直接就近修了一下独栋的密码机，还是要往回迁。强迁地下室吗？哦，没有，迁回来。这边对，这样子干扰一下守墓人密码机，让他多跑一些图。包括你这边救下来的话，也没什么牵制空间啊。对。哎，这边想打到了，但另外一边的话是一个无伤救下来。但感觉还是亏啊，因为这边对于宠爱来讲，我很快就能贴到你脸上，但守墓人他是要拖这个自弃的时间的。是的，只能看奈奈能不能顶住这一波了。这边回香过来，但预判到再钻一个围龙过来，飞轮要堵掉这个围龙，但是同样还是进不了板子，再给一刀直接击倒。
那好在求生那边刚刚是气象过来啊，直接是给到了一个暖雨，守门人也是回到了满状态。但是现在你已经减员了，密码机的话差的还是非常多的。是的，就是2台半多吧，将近3台的一个密码机，有可能修的比较多一些，台数会比较多一些。啊，这个位置的话也是直接想去找中场吗？看一下，对于这一局就看 MRC 怎么运营了。是这边求生要慢慢来了。是的，因为现在对于宠爱来说，它是有一手闪现在的。对，而且愿力也比较多啊。对，有终结能力，直接过来，在这边看到位置，直接落地，在这边钻过去，哎，那这样子还是不错的。是，还好说他是先进入到了板区。是，因为这边一定要先踩板了。对，围龙直接消耗掉，而且你这边打我的一个铲子的话是不会出铲的嘛。可以，那这样子算是扛住了一波压力。另外一边的话也是看到花池这边来到了墓地破译，小迪这边在甲门。小迪的话道具还是算比较多的，看一下能够拖多长的时间。好，这个龙的话位置稍微的隔到了这个墙，然后这边强风一吹，然后去强行拆龙。哎，再躲一刀。飞轮再过来这个龙躲一刀就已经消失了。是的。哦哟。看一下这边反走过来，没办法了，吃一刀。但其实密码机他们是多修了嘛，修了3台，1台独栋，1台甲门，1台墓地，而且差不多进度会比较相像。手上闪现要交吗？但这个时候交闪现，车应该不会开，因为它刚刚到，好像是对。那这样的话，其实密码机另外2台也都是50多的一个进度。对。这对于宠爱来说，现在就必须要你破1我就去抓你，而且来救援的人的话也蛮有压力的。他选择拦截，是你从很远的位置过来。但我觉得花池他木偶是还是比较稳定一点的。因为能变3次嘛。看一下，龙罩住。这边想先拖一下时间，没有那么着急去救。对。好，一个变身，而且星河那边密码机也是能开掉了。对的，这样子慢慢去消耗他的一个愿力，但这边围龙没有罩住。但感觉这一波博弈下来，其实宠爱也没有很赚。对，因为在这边其实没有拿到太多木偶师的状态，都是正常的变身，而且愿力消耗的比较多。求生那边就是想让木偶师拖一下星河那边破译完密码机再来救援的时间。这个围龙晚了一点，但是还是把人救下来。精准。那就是最后2个人去拉扯最后1台密码机了。两边都是50多的一个进度，而且有1台还在脸上。是。而守门人的话，手里还有1/4一个铲子。没错。好，木偶师但这局剩下2个人的话，都是有回阳反照的。对，在努力破译嘛，就得看他能不能撑到那边密码机压好。这边的话，把板子一下，手上愿力值是不太够的。现在愿力值好的同时，密码机是能压好的。看一下，应该是差不多。传送吗？但这个传送交了就会跑1个了哦。对，所以没有交。犹豫了，在犹豫了。那宠爱来说的话，现在就拖他自己的愿力值，他拖的越多，那这样子的话，对局开门战他会比较好打一些。是因为毕竟星河的话，也不可能在他脸上。哦，好，现在在脸上就开始准备多一点道具，就你愿力多，那我就也多点道具嘛。是的。不然的话，你直接120给我秒了。哎，不让他摸出来。但我觉得你就强行摸出来算了吧。这差一点点了，感觉就。要不摸出来吧，要不。再去摸一下。对啊。啊。然后想直接来到门这边了。那我感觉摸出来会好一些。就至少有一些机会。啊。那这样的话还是一个开亮机直接击倒。不过看样子他们好像战术是根本不打算让花池走门啊，可能是想着说我要不走一下地窖，对。但主要宠爱吧，技能也好了，愿力也好了，这边直接看到人了。我有很多种方式可以去找到你。这边围龙直接不让你进双11，但同样自己没进到去。第2个围龙再给上，还好交的非常快。那主要守门人那边是个1挂，你现在已经是个半状态，没有办法。没办法再扛刀了。对。所以说我现在把你位置架在双11的话，1个围龙就基本上能解决掉。哇，一个蓄力刀直接带走。一把互相完成了一个4抓。感觉这把的话，宠爱他前期对，那对于宠爱来讲也是一样。
主要是这两支队伍，你要发现一个点就是什么？他们积分榜上面的排名非常靠前，那他们两个队伍的一个胜负就会关系到他们后期积分榜的一个排名的顺序，对吧？那就决定了很多东西啊。所以说这一场的话，我觉得双方都不太想去给到对方机会的。所以说球商这边的一个选角也是比较稳的，我比较很稳，到起点站以及这个桥上了，就基本上监管会发现终点站的位置是反而是球方最好溜的一个位置，最希望你过去追的一个点。对。好，看一下起追的话也是往小弟方向走。小弟的话，气象屏已经是有提前画好了。对的。同样压制住了，哎，直接选择上马，哎，没反应过来，感觉宠爱这边啊，不是，宠爱这边好像就这样上了，好，那也是做到了2战。因为当时他想去上车换位到另外一边的，发现突然间有个人在那里卡住他位置，你知道吧？而且就上不去第一个位置了。那这边层云也是直接交了，能听到气囊的声音啊，鬼屋里的火灾调查员给到了辅助，也就是公式化的一个转点嘛。对，然后两边的话都很危险，所以一人一个楼梯。还是打算继续追一下气象，看一下小迪能不能拖一下那边车的一个时间项。一样的，其实你这边找奈奈的话，我也是可以公式化的跟你去转点，但哎这边的一个反绕是没注意到，气囊先记住位置。是的，2个双装惊喜已经交过了。对，就奈奈这边也可以用到刚刚的一个车。没错，飞轮赶路的话，其实他没办法去上到车，这个位置只能进到鬼板的位置去博弈了。双惊喜马上好，隔墙来一下。再来一个双惊喜，给到1刀伤害。飞轮交过，现在没有道具。还是因为他第一个气囊是用辅助队友了嘛，所以说他自己牵制上只能刚刚鬼屋里那一个了。再近身过来粘住，就差一个焰火。没错。直接转倒地了。到1刀。密码器的话是2台多一些，2台半，但是修的会比较散。是，主要道具这边消耗的是比较多的。这边的话，小迪贴的也比较近。这边的话应该还是让小迪过来救了。但是因为有封到他的技能啊，所以说他没有办法。有人躲了，但没躲掉。前面的话双击交过了还好。是，但这边的话看能不能打一个双倒啊。没有追到。那给到了奈奈，他转到。来一下吗？想，因为有通缉。对。把刚刚的球给收回来了，因为确实你刚刚因为想追一个双倒嘛，会给到奈奈更多的一个时间往鬼屋里去跑，这样开启了2阶。对的，但马吉速度很快，是没有撑出这个化险为的时间。但这波让佣兵来救的话也比较稳啊。这里看抬手，还想去探一波，但预判了一个位置的话是没有预判到。有提前放一个分身在门口那边啊，不过佣兵的话已经是进入到这个鬼屋了想直接扯吗？直接扯下来了，因为是封到了他的护腕所以说弹不出去。不过这样也给到了奈奈继续牵制的一个机会了。一个气囊，空中飞人过来，直接越过气囊，再有空中飞人，哎，两边一个预判，但是这边是找了一个角度，刚好到脸上。那近身之后就很难牵制了，手上飞轮刚好。能交出来吗？只是进了个板，预判掉了。是。那这样的话，等挂飞掉火灾调查员的话，外面还会差一整台密码机，而且球商的状态也会比较惨，像佣兵气象都还没有时间去调整。看到小迪要往脸上这边去跑直接露出了自己的脚印跟视野。现在就很关键了，这一手节奏看看能不能续上，因为现在移形是没交过的。而且刚刚也通缉到了佣兵在起点站摸箱子，所以说他是交错人的位置。看一下小迪这边，手里是画了一个强风的。对的，强风直接吹开。那这样距离的话还是保持开了。感觉佣兵的这个道具应该是想后期跟小迪这边去打一个配合有可能。看一下病患的最后一台密码机已经是在起了。直接起到。然后远程的话是知道星河的位置的，大概。对，而且他又摸了的话是一个护腕，他再往这边去搬运看一下宠爱要挂到鬼屋里。得看一下能不能提前排到这个位置。不过因为鬼屋是一个圆形其实视野也比较难受，而且你现在手里没有技能的话，想去管机子，对的。
感觉点位是有点稍微排错了。这边里面的话，鬼屋一直在给爆点，所以说没办法第一时间排到佣兵的点位。一个护腕弹过来的时候，宠爱正好视野往后看了。对的，这样的话，再给上，够直接救下来，密码机也是能压好的。但是这边的话没有回阳反照，所以直接亮，手里有一个强风，怎么说？刮远了。这边的话。移形的 CD 是30多秒，另外一边看点门点到了吗？交了一个钩子去点门啊，到现在的话是刚刚点上，但还有20多秒。对，但对于宠爱来说，它是有一个空中飞人的。对，哎，但第一个交在了鬼屋里啊。还有一个没事，但感觉直接可以飞过桥，但是还是有点来不及。该是能够点开的，因为佣兵的话就差一颗了，双惊喜能在门口拦住吗？倒吗？没有。这样的话也是成功拿下平局了 MRC。是的，其实第一波的一个击倒还是蛮惊险的。因为我感觉大概率是病患或者火灾这2个，入殓师尽可能还是保证自己的牵制会更好一些。就把牵制天赋带一带，然后用自己的灵柩去弥补这个救援上的时间。是的，路也是选在了鬼屋桥啊。那就看一下两边的天赋了，因为其实这个点无论是去终点还是鬼屋，是选择去了终点站台，站台去追一下果冻。就感觉他是想用这个窥视者去把这边的点也是给架一架。对，双板位置架一下。那看一下果冻这边的话，其实牵制就会插眼过来，交互就变慢啦。慢，我的天！哎呦，这边的一个板子被拿捏的好死，那这样子的话，哎，怎么冲点上了？哇，但其实他只要往这边去勾的话，好像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了。他要么就站在里面去等着你进来，我往外冲，看能不能提前冲出去。就觉得还是这一波的一个拿刀节奏，让果冻这边直接乱掉了这个牵制的思路了。对的，钩子是属于那种比较急的一种状态交出来的，就吃刀了。那我先交一个钩子过去，但那个钩子的话，其实有点进入到死胡同。而且那边的影子没有掉嘛，所以说不敢去到对面去，说不定。看一下这边给一刀救下来之后，冰皇还要去站台，只能依赖于站台这边的一个牵制了。是。看一下这边还剩最后一个钩子了。没错，这边影子也在，来回的一个博弈，看一下，选择落地下来。想要再勾上去，交出来，哎呦，很极限一个交勾，这样子的话也是拖出了相对应的一个牵制时间。对，这一波的话牵制还是会比较安稳的。但这边手里已经没有道具了，带的也是一个弹射。对的，这边断了手隐月，然后为了拿刀没有拿到，那看一下要不要回溯过去，再压迫身位。那这一波的26时间是完全拖出来了呀。是的，这边还没有一个终结身位，看一下窗户再翻过来，没有回溯，这边火灾调研帮忙给了个气囊。那这样子时间上拖的是非常之多了。但主要是这样，密码机好像也会慢一点啊。我感觉刚刚那个身位，其实果冻自己也比较的安全。你就算给了气囊，他还是会在这个点等着割据。然后这边你看，小明也要过来，487也在连上，就感觉算下来还是会亏一些密码机啊。是感觉，因为你毕竟你要这2个气囊直接全都被打掉了。对对对。再给你补一个插眼回去挂人。这边的话摸人感觉是这样算下来2挂以后，其实密码机加起来也不是特别多。对对对。而且后期像火灾那边也没道具了。我觉得白鹿这一手插眼带的很好的一个点在于说他要控制3连了哈。是，这边这把是要往这3连走去了。对，没有时间破译开来啊。对。感觉这一把很难打了。主要这边其实你就算救了病患的话，也可能就拖一下这个下野时间啊。他是没有道具，不太可能去牵制的。这边要搏一手，感觉有机会吗？这边状态淘汰，就打一个针对。直接早点挂飞的话，可以早点去管一下这个连击。哦哟，这个有插眼，没错。他是先插了眼，我再去这个板给你搏，就很劣势。这边好像还能直接追倒啊！再追一个击倒。但其实这一波野人感觉是故意以身入局，去换这边的3-3密码机，不让你控3连。对我倒就倒了，你先把机子开了是吗？但你说赚吗？其实，好像也能接受吧。对。因
至少说我们后面运营的不会那么难受。对的，那这边的话也是让入殓过来先压迫一手。对的。密码加一整台啊，这个劣势局还是并没有任何变化。而且野人还是个半挂了。对，但好在说这边可以上猪，可以拖缓一下时间。这边一个板绕过来，再给一刀猪。毯子接上进板区了之后，直接闪现打出击倒恐惧震慑，我的天，太果断了，白鹿这么流畅，真的果断，这一手都不敢写，让他这么敢打。就他可以，他这个答题方式是可以的，完全是可以解答到这个。是，但是一般的话不太会有这么，因为风险性也很大。对，因为你起码要思考说，哎，密码机够不够，对不对？是。他直接去就做这个选择题。但我觉得他既然做出来，其实他心里早就已经清楚了。没错。那这样野人直接进入一个2挂密码机是不可能能够的。对的，回速过来，有刀。这边的话。再往前去赶，对，感觉有点险，人是救不下来，得放灵就抢救，但是这个人要飞了，飞了呀，而且马机完全不够。我可以先牵起来再放下，这样你就反生不了了。先把他往那边看，487还在破译2站那边的密码机，没错。看见487那边还在修，那这里白鹿就直接。看一下要赶过去，还是说管一下反生的入殓？应该是要管反生入殓。密码机的话，好像也79的这台遗产一直没有补啊。对，79的位置好像不在这一边吧？那他们那鬼屋里还有一台。对，鬼屋那边应该是，因为当时是补救了一手嘛，好像。对，主要是有一波病患的时候，很多人都过来了。我觉得火灾它应该前期是在鬼屋那边那个方向。是的，这边也在会议鬼屋了。但现在的话，问题就在于说，火灾这边是没有任何道具的。对，因为前面气囊全都帮助别人了。而且这边的话，应该不选择挂吧？要挂吗？半挂的椅子的话，要去拼，我觉得还是挂稳一点。然后他灵柩也交过了。对的，但这边的进度是92，这边487也是往回走了，想去修。感觉是可以修开的，对，可以修开的。两边是有回光返照的。这边可能要吃刀修开。那对于白鹿来说不着急，我现在可以等传送，对吧？给到一刀。他切的闪现。切闪现，对。那这边的话，只能看我能不能快点击倒487，然后再往终点站那边半场赶，因为刚刚小蝶放下的位置离门其实比较远的，在桥上的一个位置。对的。好，这边已经贴到终点站了，感觉还是可以走掉一个的。应该是能走了。对，因为487的话也很明显在往更远的一个位置去拉扯啊，直接交闪。对，那另外一边的话也是点上门，那这样子还是能跑一个。那对于成都狼队来说，我觉得这局还是很赚的。对，不然的话，尤其是第一波的一个倒地时间啊，还是很危险的。非常危险，包括在后期，其实白鹿这边果断的一个续节奏的话，我觉得是把局势一度逼到成都狼队是没有选择。就一定说我必须要让入殓师过来扛压，甚至牵制的位置。像这个图的话，像破船啊，对，这些位置，很多地方你不把这个窗子解决一下，你是很难追击到的。是的。那有一些不太怕的，带一手封窗，有没有带呢？主要这个点的话，你像破船2个长窗，是他选这个位置，感觉应该是会有带封窗吧？如果你去木屋的话，也是要优先辨认把这个。来看一下。带的天赋的话是有封窗的，对的，所以说就不太怕你在长窗去进行绕点啊。这边直接变身的话，我觉得对于小迪来说的话，也知道啊你是有带封窗天赋的啊，所以说没有过多逗留。这边的话2个窗户一封，手上还有半颗球，直接变轮。那就看下空地上面小迪这边怎么去躲了。第一根是上非常快，加速就给上到了。对的，主要是你没那么快解少了窗的一个辅助的话，只能原地转了。心中有数，但是没数啊，心中。那这样子必须要交道具了。得先拉开你的一个夹子范围，直接拉到双11，那这边确实是没有办法扔过去啊。这边的话再次变轮，可以破一下板子，然后等一下自己的闪现，然后进行一个快速击倒。一个走位是扭掉了一波过来的路线，一个夹子封住板子，前面道具是交完了，双弹的话是没有办法在空地去进行一些博弈的。看一下的话，可能只有一个窗户了。哎呦，这个夹子竟然躲掉了，是扔在了他后面。交闪现的话有风险，交吗？交出来还行，命中了。那这样的话，我觉得两边都可以接受吧。因为这边的话，你毕竟是带了一手封窗的点位会比较差。
但我觉得这一手其实对于球员方来说是赚的。因为把闪现给逼出来了。对，闪现逼出来了。不然刚刚那个点位其实已经没什么地方可以去了。对的。好，星河这边是先压过来了。对。想用尖刺去给你扎出来，但是没有。这左也是。 对，完全规避掉了你的冲刺。是看到你在哪边转的话，而且3段秒都摇到了，这波救援应该是比较稳定。对的。哎，一个无伤救，还没打到刀。是。这一刀是必须要打的，因为他着急要开2阶的。来看一下这边，再去找小迪这边还是很难转进窗户啊。主要是你这边把闪交出来的话，其实后面啊想让古董商来帮一下哦，这边是一个高喷，但是并没有打断，而且自己不好在他的第2段是自己给喷出来了，很危险啊！刚刚没错，已经封到了你要上这个2楼的一个路了。不过这边奈奈可以稍微操作一下，毕竟刚刚是逼了技能的。好，云门进去躲了尖刺，秀翻出来。 夹着一个小减速，但主要身上1根刺都没有啊。就往回挂吧，我就保稳，不让你打下来就好了。不过对于球商来讲，也是做到了说，我就拖你这个挂人的时间啊。是，但这个椅子有没有说法呢？没有，还是很难摇。这边通缉到了奈奈。马吉整体状态来说的话，还是差一整台的。这把要拖够的话，就得看古董商这个 OB 怎么样了。是。 奈奈手里还有一个飞轮在啊，得看一下一会儿怎么样去使用。然后先去打棍。哎，一棍能救。是的，然后再补。我跟那个点刺是没有点到的。是自己要小心倒哦，没办法，因为这个飞轮的话，前面还有个夹子压迫。感觉这一波交棍救的话，其实你说赚吧，我觉得其实不赚的。但主要是他被通缉到了。 对，本来的话想是卡一卡啊，然后再躲一下刺的。不过这波小迪的走位非常好，一直没有给他上到那根刺啊，还没有上到。躲掉了。啊，这边开尖刺了，应该没什么办法，因为本身的话也没有带飞轮。对的，那也是一个被关带走。不过这波血拖出来了。对，如果说没有刚刚绕那么久的话，可能奈奈这边是起不来，这边还想去 OB 一下嘛，有点跟不太上啊。密码机的话，其实隔得还是比较远的。对，修了一台大船，这台密码机对于破人来讲比较难去控啊。因为球商的话提前防好了，在那边的窗子那边等着你啊。别下楼。而且古董商直接去修了一台小木屋，这2台会比较远。再交一个怀表。我觉得要不就是先走吧，还想滚一根刺先。 但是毕竟是隐身状态，很难。对，但是其实你别说，从来这个走位来说是很已经很近了，是吗？对，就是才差一点点，主要第3段没有摇上。第3段没有摇上。那，要不挂？要挂吗？看一下。不过球商其实安排好了，我中场是卡了人的，就在你脸上。他现在就必须要快到说你没办法把状态补起来。对对对。还要进行一个多抓嘛。而且奈奈这边是没自愈的，刚在脸上交过。对的。 闪也不敢交，这里先翻窗。这个位置的话，古董商还有棍。先一个转式拉远，不这样的话会离刚刚大船那边有点近。尖刺没上到。对，尖刺有点急了。对，另外一边已经摸起来了。是的，那这样他们又可以说一个人修，一个人卡了。对的，这边直接给你棍，没办法。手里飞轮马上好，这个夹子没有上到，还有一消的一个机会，直接闪，把闪给逼出来了。但是这其实你看 MRG 他们安排的很好，对啊，就中间一直有满状态的人又过来了，对，满状态的一直没给发现，是，因为你会更着急要去管一下密码机啊。但哪怕说你真的发现，你也不会去追他，因为你只能管机子。现在就是属于一种，我必须要抓到一波，你来不及补状态，然后我还击倒了人。对，中间的一个空档期啊，哎，不过这波的话，没有什么击倒机会，一定要夹到才可以啊。所以说星河这边还能再拖，得看这个夹子能不能躲掉。 哎呦，还是封住了，对，相当于是你不太好进这块板。那古董商那边起来是接着破1，无限循环了呀。对对，但是中间这个人其实你很难。哎，找到了，但是你不会追的，你还是要管，机子，你不能追，你追了周密码机就够了。两边进度都很多，那这一波的话也是只上了1根，奈奈手里同样还是有道具的。 啊，另外一边又赶紧去摸了，诶，感觉又摸起来了呀！就破轮已经过来，人都已经80多了，真没办法。是，抢时间。
啊，这里手里有一个看台但是没办法，因为夹到了。对的。然后再回大船。60多，那花子又回来卡啊，找一个草多我就蹲下了。对的，但这一次要不要起杀星呢？感觉不过他道具也比较多，不过大喷刚刚是交过了，对，在脸上交过的，所以说有机会。怎么说？3段没夹到，还有一次夹子的机会，这个夹子了，夹到了，密码其实不太够的，能把人牵起来，但是古董上有回光返照，是，所以说这一束把人先牵起来先。对，先挂上，这边直接亮，先稳住。但这一手他得把人挂双鞋这个位置，然后去管小门，再打古董商起不来，然后再回来打手艺。主要他没。但是对，但对于求生方来说的话，救不救呢？他没有想去大船。啊，觉得古董商点的门慢。但这边的话，因为它是一直有自起的，对，而且星河这里的话，这边有个高低差是躲掉了刚刚的一个扎刺的，对的，但应该不。主要奈奈那边是管不了了，只能看星河能不能6地窖。不过因为花子它是个1挂嘛，所以说也比较难，有点难。而且这里没有任何道具了，主要是。对，除非说古董商回来救，但是宠爱也怕你回来救。但是回头应该不会被蹲住的，应该。但是得回去，不能再管小门，因为小门一定开了。对，现在就怕被他蹲住。对，说实话，就怕被星河蹲住。而且这里很危险啊！耳鸣没有的，耳鸣有了，现在应该是能找到，能找到，这个尖刺是可以扎出来的。对的。啊，这边一个悲观就倒。没错，那这样子的话，看一下还是完成了一个3爪，对，古董商那边你实在是管不了了。那也是说了很多次啊，红夫人想看，哎，终于看到了，看到了。但其实这一局的要求来看的话，首先 MRC 他们只需要保平嘛，对吧？大家就可以进行加赛。那能去争取多抓的话，肯定也是。而且红夫人确实很害怕打团扛刀，其实他都不用你硬 OB 我，你只要帮我扛几个镜像就可以了。对。这个就很考验红夫人的她的空间理解，以及有些时候怎么去利用镜像换位打刀。对，来看一下起追，大家都是在一个拉点的状态啊。对，看一下。其实你看他视角一直在看487那个，对，而且他开始修了。对的，他只要你一修，他就这个剑绝对会去抓的。对，我说了，他这个阵容要突破的点就是杂技演员但这边我感觉白鹿也是有点犹豫，先想排一下点位，怕第一个在压迫，但这个地方是确定了吧？没有，看到了这个脚印了已经。啊，看到，先确定一下位置，尽可能保证第一个将不空。这边到逼迫走位，有进转空间，想压迫丢球没有丢，487扛住了这手压力。是，那这个镜像的话，感觉很难拿刀了。对的，这边位置有点卡住了，没办法，只能反绕过来。哇，这波压力顶得很好啊。这里面草垛会比较多啊。对的，因为他当时他是用本体去压迫这个身位，让你去交球，再进转过去，再拿刀的。但487一直捏着。对。很稳。那这里闪现也快好了，已经好了。那手上的话镜像也好了，这先丢进闪现开刀。然后看这个镜像有飞轮，有球，镜像还不好抬，我感觉先抬，逼球了。但来到这个点位的话，就像我们刚才说的空间理解，队友已经帮忙了，手上还有飞轮，哇，飞轮还省下来了，没法理解了已经。对吧？这人都镜像已经不在原来那个位置了，对的，而且闪现交过了。那现在就尬住了。只能等下一个镜像，但稍微干扰一下破1啊。但主要下一个镜像我还有飞轮跟球啊。对，而且还有奇象雪茄呀。对，但还好这个风是没有打断镜像。对，主要是那个抬手也骗到了，觉得你要交镜像了。然后飞轮交一下，但这个位置的话，估计跳球是拉不开了，一刀又刀没打到，这边想扛。奇象在扛，扛到吗？没扛到。那这样子其实击倒时间来看的话是2台半，还是能接受的。对的，因为主要对于气象的干扰跟道具消耗会比较多。然后守门也是提前过来。已经是切了一手底牌了。是的，那冒险家在外面挖树叶的话，其实密码机进度还是会很快的。对的，不会慢很多。这边也是，对白鹿来说还是希望可以逼救嘛。对，但是你提前下场，我打你，我反而亏了。
对的，对吧？我一个擦刀你无伤救，所以说只能还是硬等你出来的这个时间。就这一局，我觉得对于球员来说是有机会的。对，因为现在的话我还有球。看一下。 对镜像出来，卡住位置，这个比较难，是不倒遗产了，是，对，尽可能就是化险为带走。本身这个位置也是前后夹击，对的，主要是什么？主要是这一局，哎，等一下，这个进行有说法吗？看一下，给到了，这一刀神来之笔。现在的话，密码机这一台是有可能压住的，但在于说有冒险家，白鹿先选择先去挂一下。主要这个图冒险家他来回补击的时间是很久的，487他已经是个2挂了。但现在这个最后一个密码也是不能完全挖出来，他已经注意到冒险家的位置了。如果外面拿一刀，这个人是救不了的。没办法，这边变小是近亲，还是没刀。怎么说？从外面去绕过来啊，但这个淘汰进度其实有点极限。守墓人是交出自己了，这边然后要去抢那台密码机，感觉还是够的。但是起来了，对，感觉人救下来就一定够，只有一个。除非打正式的说法，而且只有化险为夷，还是救下来了。对的，可惜。那这样的话呢，这个镜像其实也不太好抬。现在完全可以等他倒地之后直接通电嘛。然后另外一边可以拖一下这个贴门时间，是，就贴门了。那镜像对这个镜像快速击倒，因为球商刚密码机是比较极限的，所以说门会没有那么快啊，这边得很快的击倒。飞轮有球蓄力刀，但这个时间完全是给拖出来了。对，那这边的话，不太好躲了。对。那小明那边的话是要去走地窖的，所以说你这边就算传到门，只要门开，把人挂上，对，就拦不住了。另外一边。出门，小明这边也有地窖，这个传送是没有办法滚到地窖的人的。再一个强风推走，另外一边直接跳地窖。是，而且本身还有个铲子。对，让我们恭喜成都狼队拿下比赛胜利。哇，这一场真的是非常不错，两边打的都很精彩，一边拿出了一个绝活，特别精彩，而且在于说当时红布人。